末日来临前，我凭借生下的人鱼幼崽，成功获得了逃离太空的席位，而下嫁华南虎的假千金却连抽签的资格都没有。登检当日，假千金以送别为借口，成功摔死我的人鱼幼子，并一刀刺入我的胸口。再度睁眼，我回到了挑选寿夫这天，假千金当场就要选人鱼，希望凭借人鱼幼崽逃出蓝星。然而他好像忘了，华南虎才是星际濒危物种。我要嫁给人鱼王子。刚睁眼，我就听到了假千金娇滴滴的嗓音，我这才意识到，我重生到了和林婉婉挑选兽人结婚这一天。看着林婉婉一脸志在必得的神情，我知道她也重生了。我小时候被护士报错，18岁那年才回到林家，然而父母却认为养了多年有感情，并不愿意把林婉婉送回去，反倒是收她做了义女，让我喊她姐姐。我们要嫁的兽人，一个是人傻钱多但双亲皆亡的华南虎兽人，一个是尊贵无匹族规森严的人鱼王子。父母苦口婆心让我嫁与人鱼王子。你姐姐觉得抢了你的人生亏对于你，特意让出了这个好机会，你要记得她的好。起初我还真以为是林婉婉良心发现，后来才知道嫁给人鱼后，就必须化为人鱼随他们潜入深海生活，而这第一步便是吞服人鱼族的秘药，所经受的痛楚不亚于人类分娩，加上海底常年暗淡无光，科技水平还比较落后，父母心疼林婉婉适应不了，所以让我这个农家长大的孩子嫁过去，反正她在穷地方长大的，也不会有什么落差感。然而2个月后暴雨降临，所有通信系统都被冲毁，父母被困在房顶，没有食物也没有水。华南虎为了救林婉婉，在暴雨中游出去寻找救援，在半路力竭而死。林婉婉和父母则是被转移到游轮上，每天只能靠别人施舍才能吃饱。暴雨之后是瘟疫，瘟疫后又迎来暴雪，世界被冰封，很多人被冻死。林婉婉他们被转移到地下城，10年时间，林婉婉变得骨瘦如柴。这时自然学家宣布，蓝星已经不再适合任何生物居住，联邦已建立了太空飞船去寻找新家园。然而飞船承载人数有限，获得上船的条件非常苛刻，需要在末日中有极大贡献的人才能获得抽签权。名额有限，请尽快提交申请。林婉婉和父母没有任何贡献，只能在地下城等死。就在这时，他们在新闻中看到我生下了一条罕见的人鱼宝宝，获得了整个海洋族群的祝福。 화면에서 보시는 것처럼 모성 본능 가득한 그녀는 太空船除了接收人类，还留了一些稀有兽人的位置。我凭借这个宝宝，直接获得了上船的资格。直到这时，他们才知道，不管是暴雨还是暴雪，都没有对海底的生物产生任何影响。他们在等着施舍的食物残渣时，我在海底舒舒服服地过了10年。他们气不过，在登船前1天说想见我最后一面。我放他们进屋后，父母抓住我的2条胳膊。 林婉婉把我弱小的人鱼宝宝摔死在地上，接着又一刀捅进了我的心脏。想到我的人鱼宝宝，我心口一痛。他那么小，那么懂事，刚刚会叫妈妈。我看向林婉婉，恨不得杀了她。此时听到林婉婉选择人鱼，父母也有点傻眼了。他们以为林婉婉忘了跟人鱼结婚的首要条件，所以疯狂地给她使眼色。婉婉，你考虑清楚了吗？不然再好好想想。 是啊，婉婉，你从小就体寒，如果要去海底生活，恐怕身体会遭受不住。林婉婉摆手，体寒算什么？嫁给人鱼只不过是受一下罪，如果不嫁，反正我已经决定了，我就要嫁给人鱼。父母见她这么坚持，只好同意。他们转头跟我说，嫁给人鱼要遭受很大的罪，你姐姐是心疼你，你可要记得她的好。这话实在是耳熟，我敷衍点点头。 我一定记得，心里却巴不得他们赶紧跟着人鱼末流去海底。林婉婉以为在海底就能躲过末日，过上神仙一样的生活，殊不知末流根本就不是什么人鱼王子。人鱼族里种族歧视严重，像他们这种后天变成人鱼的，是最低等的那一种。末流以及他的家属，生来就要为所有人鱼服务。在变成人鱼当夜，林婉婉的惨叫声响彻整个别墅。上辈子我变人鱼的时候， 父母态度十分冷漠，连看都不曾看我一眼。这次他们却守在林婉婉房间外面，母亲心疼的一直掉眼泪。父亲问莫流：“真的不能用止疼药吗？”我坐上了华南虎禽猎的车，临走前，我抬头看了一眼生活了10年的家，爸妈还在担心林婉婉根本无心来送我。
我等了几分钟，彻底心灰意冷。开车吧。前世在人鱼族生活的那10年，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10年。我被分为最下等人鱼，连睡觉都要算着时间。海里任何一条人鱼都比我尊贵，谁见到我都能踩上一脚。而丈夫莫流面对那些人鱼的挑衅，不但装看不见，甚至有时候为了讨好更高一级的人鱼，把我送到那些人的床上去。比起这些，我更宁愿生活在地下城，至少那里人人平等。难熬的岁月里，父母是我唯一的念想。可是直到死我才明白，他们根本就没有认我这个女儿，林婉婉才是他们真正承认的孩子。难过之时，一个带有香味的帕子递了过来，我抬头看到秦烈那双金色的眸子。别难过，如果你舍不得父母，我可以把岳父家旁边的别墅买下来。秦烈是这个世界上仅存的华南虎兽人，在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任何亲人了。他来我家求娶，就是听说我父母品行好，想给自己选一家可靠的亲人。不过上辈子他过得并不好，因为林婉婉虽嫁给他，却一点都不喜欢他，对他非打即骂。最后他还为了救林婉婉献出生命，然而林婉婉这辈子不选他就算了，甚至连句感谢的话都没说。别买那别墅，你有多少钱？秦烈愣了一下，从座椅夹缝中找出来个账本。我数了数，然后直接对他说：你愿不愿意把这些钱交给我管理？第一次见面，我知道这有点强人所难，谁料秦烈毫不犹豫地对我说：是我老婆，我的钱本来就要给你的。看到那副认真的样子，我有些感动，忍不住伸手摸了摸他的兽耳。秦烈非常享受，甚至当场画了原形，摇着尾巴求摸摸。记忆中末世的暴雨断断续续下了9个月，但是水的高度没有没过山峰。我用秦烈的钱买了4家在山上的酒店，这4家酒店房间加起来有400多个，每个酒店的仓库我都堆得满满当当。除了酒店，我还买了10艘游轮，每个游轮上面也有上百个房间。我将游轮和房子都涂了100倍的防水层。所有东西准备好以后，我把秦烈剩下的钱都买了黄金。一切准备就绪时，林婉婉打来了视频，她一脸神秘地告诉我：初夏妹妹，我告诉你个秘密，还有3天就是末日了，只有人鱼族才能逃过这场灾难。你来海边，我接你来海底。海底信号差有点卡，但我还是看到了林婉婉手腕上和胳膊上的红印。我故作诧异：末日？真的吗？你怎么会知道？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了，快来海边，这是唯一的生存机会。那爸妈呢？要不要接上他们？话音刚落，父母的声音就响了起来。初夏，爸妈早就来了，这里特别好，你也快过来吧。看着他们脸上浓浓的粉底，我才意识到我的父母也变成了人鱼。他们瘦了不少，粉底没遮住的地方都带着伤。就这样，还跟我说那里特别好。上一辈子我不是没跟父母求救过，可他们只觉得我无病呻吟。他们说在岸上的极端天气，活着比我艰难多了，而现在却要把我弄下去，代替林婉婉受罪。我故作感动。好，我现在就去海边。随后我直接把 99K 纯金的手机扔进垃圾桶。还好秦烈钱多，支持我这么败家。3天后大雨开始落下，起初人们以为这只是普通的一场雨，直到这场雨连绵不绝地下了5天。村庄被冲走，泥石流封住了野外的道路，很多人往高处转移。刚开始往楼上走，后来往山上走，最后联邦发动了游轮，建立了水上避难所。而我和秦烈早在下雨第3天刚有点积水的时候，就开着游轮到处救援了。不管是人还是兽人，只要发出求救的，我们一律接收。400个房间的酒店里住了6000个难民，大家都盼着这场灾难赶紧过去。可是暴雨之后又是瘟疫，我又把囤积的消毒用品发给大家。开始有专家预测，半年后会有暴雪降临，更是有某个权威机构流出的传言，这颗蓝色的星球正在慢慢失去它的生命。联邦开始建设地下城以及太空船，我把秦烈剩下的黄金全部捐了出去。暴雨结束时，就有记者对我拯救了上万难民这件事做了采访。我呼吁社会众人帮助国家一起建造地下城，共度难关。很快地下城就建好了，
因为特殊贡献，我和秦烈分配到了大一点的住处。比起之前的房子确实没眼看，可比那些10几个人挤在一个屋子的宿舍好了不少。住进地下城的第6年，联邦研究出了太空船。关于上传资格选拔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的时候，林婉婉和父母竟然找到了我。见到他们的那一刻，我差点没认出来。只不过几年没见，林婉婉瘦得像竹竿，脸上也有一道很长的疤，父母的情况也没好到哪里去。尤其是爸爸竟然还断了一条腿，我妈怀里抱着一个小孩，应该是林婉婉生下的人鱼宝宝。但我却被秦烈养得白白胖胖，最近小肚子还起来了。一进我的家门，林婉婉就阴阳怪气。初夏，你怎么只知道自己在这里享福，也不找找爸妈？你知道我们为了找你受了多大的罪吗？尤其是咱爸，为了你，腿都断了。为了我怎么觉得是他们从海底逃跑，被末流发现了，然后打断的呢？我故作震惊。啊，真的吗？不过你们在海底生活的好好的，怎么突然上岸了？人鱼是有人鱼和人类2种形态的，不过变换成人也不能在陆地上生活太长时间，时间一长，皮肤就会溃烂。当初有不少跑路的下等人鱼又灰溜溜的回去，下场一个比一个惨。爸妈还没说话，林婉婉开口了：“还不是担心你？你知道我们从海里到这里找你费了多大功夫吗？”说着，林婉婉看到一侧的冰箱，眼睛都亮了，直接打开门，拿起里面的生肉，毫无形象的就啃了起来。我父母也一样，争着上去抢食，人鱼宝宝被扔在沙发上，发出刺耳的哭声。林婉婉听到哭声，眼中闪过一丝恶气：“妈，你怎么回事？能不能好好看孩子？我和爸吃完了你再吃。”母亲依依不舍地把手里的生土豆放下，眼泪汪汪地走过来抱起孩子，看起来可怜极了。林婉婉满脸菜叶，打开冷冻看到猪肉，直接指着我叫起来：“初夏，今天晚上我要吃红烧肉。”然而我却没有接话。你们既然现在已经确认我的安全了，那你们可以回去了。3个人一愣，林婉婉率先反应过来，破口大骂：“林初夏，你是不是太没良心了？我们刚来你就赶爸妈走，亏你现在还是个名人！”我赶忙露出一脸懵懂：“你误会我了，我听是说人鱼上岸久了皮肤会懒的，怕你们出问题，不然我联系一下末流姐夫，让他来接你们吧。”然而这个名字像个咒语，刚一说出，就见林婉婉身体颤抖了一下，父母眼睛里也写满了恐惧。母亲愣了下，拉住了我的手：“初夏呀，你可千万不能联系末流，其实我们是偷跑出来的。”我假装不知道，啊了一声。母亲眼泪掉下来：“为了跑出来，你爸还被他们打断了一条腿，那根本就不是人待的地方。你千万不要把我们送回去。”林婉婉面子挂不住极了：“妈，你怎么能跟他说这些？现在唯一能救我们的就只有初夏了。我过够给人端尿擦拭的生活了，我再也不想再去那20人一个的海洞里挤着了。”初夏，能不能让我们在你这里住下？只给我们1间屋子就够了。然而面对母亲如此期盼的眼神，我却收回手，上半张脸陷入阴影中。“不行哦，妈妈。”我语气真诚：“首先，这个家不是我做主；其次，你也看到了，我们家小接纳不了你们。”林婉婉顿时怒了：“林初夏，你说的是人话吗？这可是你亲爸妈，你忍心看着他们这么生活吗？”我笑了：“他们是我父母不假，可是被他们一手带大的不是你吗？他们把钱和爱都给你了，结果最后要我尽销，是不是有点不讲理？”林婉婉脸一白，爸妈也瞳孔微缩，终于反应过来，我一直知道他们拿我当傻子耍这件事。我指着门口：“请你们离开我家。”如果没有看到冰箱里的东西，林婉婉说不定就这么走了。可现在她彻底没办法离开，毕竟在外面别说猪肉了，就算老鼠肉也要花大钱才能买到。既然你觉得爸妈对不起你，那你就更不应该在这里待着了。你别忘了，如果不是我把秦烈让给你，你能有现在的好生活？
就在我想叫人强制把他们赶出去的时候，秦烈回来了，林婉婉竟然迎了上去。秦烈，你一开始应该娶的人是我，虽然错了，不过没关系，现在还有改正的机会，我愿意回到你身边。闻言，秦烈脸一沉，狠狠瞪了他一眼，然后一路小跑到我身边。老婆，我不认识这个大妈。真是不要脸，当众勾引别人老公，快走，不然我就找护卫队了。最后林婉婉灰溜溜的走了，临走之前还不忘叫嚣：林初夏，你别得意，你以为你这样就能活下来了？我跟你说，太空船马上就要开放上船名额了，我把握着唯一能够上船的机会，到时候你别求我带你一起走。我呵呵一笑，拭目以待。很快，官方组织就发布上太空船的条件。第一是对这个世界有过重大贡献的，第二是每个品种的兽人会选一个上船，第三是要挑选一个高智商人类。就算是满足这3个条件，也要进行抽签，但凡事总有例外。我和秦烈被选中第一批上船，而以为有了人鱼宝宝就能上船的林婉婉，却没有在这3种人之内。哪怕身处地下，网络还是很发达的。很快，关于林婉婉的一段视频就被人发了出来。视频里，她抱着自己那个瘦瘦黑黑的人鱼，对着官方人员破口大骂：“你们凭什么不让我上船？凭什么说我宝宝普通？他明明是最美的人鱼宝宝！”我抗议！我觉得你们这个选择标准有问题，为什么只有那种名贵的鱼才能上船？尽管官方人员再三解释，那根本不是什么名贵的鱼，它不能入选的原因是它这个种类的人鱼已经有人选了。视频传得很广，很多人都嘲笑林婉婉的不自量力，但是也有人支持她的言论，觉得不应该用这种选拔标准。就在我看这个视频时，林婉婉的声音在我家门口传来：“林初夏，你给我出来！”我出去后，林婉婉死死瞪着我。是不是你做了什么手段？凭什么上辈子你生了人鱼就能被选中？这辈子我就不行！我装糊涂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？肯定是你跟官方的人说了什么，他们把我从名单中抹去了，不然你怎么会在名单上？也不用抽签。我好心告诉他，我在名单上是因为秦烈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只华南虎兽人了，我是他妻子，自然要能跟着一起。毕竟繁衍华南虎的重任只能落在我们身上了。林婉婉脸上瞬间写满了后悔，唯一一只华南虎兽人，她怎么没有想到，只要这辈子把秦烈保护好，就获得了上船的门票。她自以为抢了人鱼，就抢走了我机会。殊不知，一开始她就把上船的入场券送给我了。纵有不甘，林婉婉还是被父母带走了。临走时，她还在纠结为什么上辈子我生了孩子就会选中上船。如果知道生孩子没用，她根本就不会等到怀了孕才逃出海底。我看着她的背影，你怎么可能想得到？因为我上辈子的孩子根本就不是末流的，具体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，只知道是末流把我送给了一个很老的人鱼。我怀了他的孩子后，他就去世了。那个老人鱼也是这个世界上唯二存活的一个新物种人鱼。然而我万万想不到，父母还有脸来求我把上船机会让给林婉婉。尤其是我妈给我下跪那一刻，我觉得她疯了。初夏，爸爸妈妈是对不起你，可这不是婉婉的错，反正一开始嫁给秦烈的就应该是他，你就让出来，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地下，让我补偿你失去的母爱，好不好？我大为震惊，谁会连命不要？要那份不值钱的母爱啊，我直接拒绝了。林初夏，既然你不愿意，那咱们一块儿死。正如上辈子那样，我的2只胳膊被我爸妈死死抓住，林婉婉拿着刀直接朝我冲过来。不过这次她没有成功，秦烈和护卫队就守在我身边，在林婉婉冲出来那一瞬间，直接把她抓住了。林初夏，就算你是秦烈的妻子怎么了？他是华南虎，你又不是。你们在一起这么多年都没孩子，肯定是你有问题。他肯定会再找一个，你也不是稳稳当当的能上船。
我弯下腰对他说：“让你失望了，我怀孕了。”林婉婉脸色尽失，她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。他们3个人被护卫队带走了，地下城条件有限，牢房不会比外面20个人的宿舍舒服。等护卫队把人带走之后，秦烈忽然问我：“是真的吗？”秦烈的手小心翼翼地附上我的肚子，我微微一笑：“是真的。”我一直以为自己是胖了，昨天才知道是怀孕了。很快就到了登船的日子，临登船前，我决定去做一件事。我去见了林婉婉他们，我告诉他们，官方特许我带1名家人上去，我还是想带他们3个上去，不过只有1个名额，让他们商量商量。说完这句话，我没有走，反而去了监控室。只见3个人脸上都挂上了惊喜。我就知道，初夏不是心狠的人。太好了，既然有1个能上去，那就让宝宝上去吧。他自从生下来后就没有享过福。林婉婉立马黑了脸：“爸，你说什么呢？要上去也得是我上去啊，怎么能让宝宝上去？”如果没有这个机会，那么这3个人可能还是一致对外，但在求生欲前，谁也不是圣母。这时我妈插话：“我觉得让我去吧，初夏在这个家，唯一喜欢的人就是我，我上去正合适，还能带带外孙。”林婉婉冷笑一声：“你想什么呢？我们几个里面，你是最不配的。”虽然在海底的时候，林婉婉和我爸就经常欺负我妈，可他们还没这么直白说破过这件事。听到这句话，我妈眼睛瞬间红了。我怎么不配了？这个家属我贡献最多，看来初夏说的没错，你就是个白眼狼。林婉婉没想到在这件事上，我父母突然不向着她了。她很生气，直接从头发里拿出刀，朝着我妈身上捅了过去。我妈来不及反应，她不敢置信地看着身上的刀。说了你不配，你就是不配。我爸也傻眼了，他跑过去抱起我妈，连续呼唤了好几声都没有反应，手放在鼻子上时，发现没任何气息了。他大喝一声：“林婉婉，你做什么呢？她可是你妈！”她才不是我妈，我又不是你们亲生的，老东西，别他妈多嘴，多嘴了我连你一块杀！我爸彻底傻眼了，他没想到自己最疼爱的女儿，自己为了她放弃一切的女儿，真正面目竟然是这个样子。我爸顿时掉了眼泪。我真后悔，我当初就应该把你送回去，我竟然会为了你这种人抛弃我自己的亲生女儿。我在监控后看到他的眼泪，心里却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或许是迟来的亲情比草贱吧，也许是因为林婉婉杀了人，也许是父亲的心已经彻底死了。他蹲在角落，抱着那个可怜的人鱼宝宝，发呆了好久。但是第2天，监狱的管理人员告诉我，我爸和林婉婉也死了。调了监控才知道，我爸坐在角落一直发呆到晚上，而林婉婉自以为还能上船，便好好打扮了一番，还抢了我爸喝的水洗了个头。等到了晚上，林婉婉睡着之后，我爸先是跟可爱的人鱼宝宝告了别，然后把自己腰带脱了，缠在林婉婉脖子上，硬生生跟林婉婉告了个别。之后我爸写了一封信，然后拿着那把刀自杀了。那封信交到了我手里，一共有10万多个字，这10万多个字都是在跟我道歉。他说亏待了我，说我前半生没有享过福，回到林家还受了那么多苦，他不想再给我添麻烦了，于是自杀让我安心上船，不要想太多。可是他不知道，我根本就没打算原谅他们，不过是想到个让他们自相残杀的借口而已。我看完这封信一点眼泪都没流，因为这封信实在是来得太晚了。之后我登上了太空船的火箭，在那里我顺利生下了一只华南虎兽人。小老虎很可爱，总是让我想起我那个金光灿烂的人鱼宝宝。直到某一天我问他，你是怎么在那么多人中选中妈妈的？小老虎想了许久，郑重其事地告诉我，妈妈，我们以前是见过面的，很久之前我们生活在水里，后来变成了一个黑色的小屋。我顿时泣不成声，在我生下人鱼宝宝之后，确实在水里生活了一段时间。
我害怕直接带他上岸会给人鱼宝宝造成伤害。上岸之后，我们被救，被分配到一间小黑屋里。我抱紧我的孩子，我确信这就是我的人鱼宝宝，他回来找我了。去太空船第30年，蓝星上的末日终于过去。正如科学家所说的那样，这个星球有极强的自愈能力，它能自我愈合那些伤口。只不过末日过去，地面到底是什么情况尚未可知，需要一些人下去探索以及重建我们的家园。彼时我已经60多岁，生了4个孩子，秦烈也从孤身一人变成了子孙满堂。由此一生，我们2个已经没有任何遗憾。于是我和秦烈都报了名，成了第一对下地面的先锋。太空船在10年前跟地面失去了联系，所有人都觉得地面上已经没有任何生物了。可是在我们刚返回地面的第2个月，就见到了来自地下城的人，其中还有我们的老朋友。他们告诉我们，这30年确实过得很辛苦，可是星球母亲也没抛弃他们。我们以为没有生物能长出来后，在地下城有人发现了一种植物，那种植物就像蘑菇，不好吃，但是能够续命。我想这就是大自然的神秘之处，它很强大，会失控，可也会带来新的希望。灾难过去，新家园一定会建设得很好，拥有更高程度的文明。